时间预留空间，这烟火滚烫人间，生生不灭，深情最难。一面是闲谈，一面是考验。挥之不去，白马少年，这青葱郁郁从前。苍茫时刻，人心最难。有人出列，有人出现。肩并肩向前走，正义使然。静等时间给出的答案，坚持勇敢，哪怕再难，念念不忘中的圆满。抓稳啊！我给你放那儿，别动啊！动我就掉下去，放这儿，下去。好，我下。啊！上天，救人！快！大头踩着！救我！上！大头踩着！救我！快点！啊！快点，把我带回去！哎呦！啊，对了，师哥，你先跟我去一趟房屋交易中心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没带表啊你？几点了？人家不下班。哦，那算了吧。怎么了？房强把我姑妈家的房子给抵押了，到期还不上款，我们家要被强殖了。哎呀，你那个表弟呀，欠多少？200万。就算我马上去筹钱，那么多钱也不现实。欠那么多，我这有40万，先拿去应个急。你先还一部分，还再说。还是别了吧。你也是拖家带口的，我要借了你的钱，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啊！到那个时候，嫂子肯定会骂死你。你这废话真多，卡号赶紧给我。哎，事儿很复杂，不光是钱的事儿。算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干嘛呢？今天非得请我吃饭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呢，带你去见个人。什么人？赵令达，你多久没见了？那小子来金港了。他为什么不跟我联系，先跟你联系呢？所以呢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我感觉吧，你俩关系应该也没有那么好。那算了，咱别去了。去，必须去！今天我喝水，他喝酒，我喝死他！我。哎，石哥，这个饭店啊，我只在传说当中听说过。听说这儿最大的特点就是贵。哎呀，这老同学难得见一面，咱别让令男说咱们小气，没尽地主之谊是吧？也是。不过先说好啊，是你叫的我没钱，一会儿你买单。这瞅你这样。令男，哎，真有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好久没见，对呀，怎么样？瘦了啊，肯定把工作忙了。传被告人周有民到庭。以被告人周有民涉嫌故意伤害罪，于2023年3月1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。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
什么意思？我介绍一下，就是我好朋友周总，我们也算是忘年交了。周总，这是齐法官，这是魏法官。啊，齐法官，久仰久仰，我是周志。林楠，我先走了啊，还有事儿。哎，麒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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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啊你？咱们那么多年的同学了，一起学的法律。今天如果这顿饭我吃了，你很清楚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所以对不起，即便是同学，这顿饭我吃不起。说什么吃起吃不起呢？我能给你惹麻烦吗？这么多年的脾气一点都没变。我先让张总走，就咱们自己吃行吗？如果是我们这帮同学一起吃饭，我会很开心。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除非你告诉我，今天你约这个饭局不是为了里面那个人。不敢办。行了，人各有志，你想做什么我不管，但是你也别想同化我。我为什么来青港？我就是为了见老同学，不行吗？那个老东西也是别人介绍给我的，我哪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觉得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还能这么虚伪的吗？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相信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到了青港没有第一时间来联系我，而是联系魏刚？你就是怕我问你为什么来，还有哪些人，对不对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是为了帮你。你自己说，当民法官要苦读多少年？你一个月能挣多少工资？就那么点钱。你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，你就不想报答你姑妈吗？再说了，你弟现在的案子不也需要钱吗？你不是说你不知情吗？英楠，你告诉我，这钱挣多少算多？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的，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你呢？你的钱哪儿挣呢？原告、被告、受害者，还是老百姓，还是那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混蛋？英楠，虽然咱们兄弟上下铺那么多年，但从现在开始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以后咱们别再联系了。至于今天这顿饭，你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害我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。林楠，什么意思？能是什么意思啊？毕业这么多年了，感情淡了呗，学会大义灭亲了呗。大义灭亲什么意思？不说了，咱们好好喝两杯。林楠，其实我今天也有事儿。既然麒麟走了，咱们改天再约，是呗？没错儿。周总您好，见着齐法官了吧？你玩我呢？你组的这是什么局啊？那个法官见着我转身就走了。不可能啊！赵岭南跟我保证说没问题的。董明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我儿的事情啊，你办好了，你欠我的钱就不用还了。要是办不成，马上还钱。明白，明白，周总。明白就好。喂，嘿，你好，是齐法官吗？哦，对，你好，哪位？啊，我是董明，我
知道您这人啊，一向是恪守原则，但我这有件事情，估计您应该挺感兴趣的。您是不是有个表弟叫方强啊？对，他是我表弟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听说他可欠人点钱。你有话直说。这电话里头咱一句两句可聊不清楚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咱明天早上见面聊聊。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。那可不一定吧。我呢把地址发给您，去不去在您，我候着。洗发馆走。看来我没看错人，我知道你回来。说事儿。那行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现在有2件事情找您商量一下。第一，就是周有民的案子，希望您能高抬贵手，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儿，就是在您掌控的范围之内，轻点判。第二呢？如果您能帮我这忙，方强欠的200万。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撤回执行。你跟周有民什么关系啊？周有民的父亲周志是我重要的生意伙伴，所以这忙我不能不帮。方强的贷款就是在周志的公司办的，对吧？这个怎么说呢？是一个系统，但不是一家公司。实话告诉你。周总掌握着好多家小额贷款公司，方强的事儿，他说句话管用。跟我做交易？话别说那么难听啊。周总让我转告你，他是懂法的，他儿子犯了法，就应该承担责任，但是责任有大有小，不是吗？而且周总愿意追加几十万的赔偿，他问过律师了。律师跟他说，他儿子会判3到10年有期徒刑，他希望是3年。如果您能答应我，方强的事儿，今天就能解决。不是交易，是威胁。不敢，是恳求。周总还强调，事成之后，必有一份厚礼。你现在这种行为叫贿赂。你跟那个周志。最好都小心一点。我要是找到证据，我会把你们都送进去。我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。魏刚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跟我说了，虽然事先他并不知情，但他依然觉得这事伤害了你。你们能有这样的觉悟，我很开心啊！说明你们纪律这根弦绷得紧。身为法官，手中握有巨大的权力，始终会被围猎。整个职业生涯中，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。我希望你们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都能像昨天晚上那样去处理。马院，还有一件事情。我要向您承认错误。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，有一个叫董明的人说是为了我表弟的事情，要约我见面。我表弟呢，现在涉及到了一桩财产执行案，是民一庭张丽法官判的。之前我跟您说过这个事儿。依照回避原则，我是不该去的，但是我怕失去机会。我最终还是去了。说结果。董明和起诉我表弟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关系，同时他和周有民案也有关系。他找你是什么目的啊？他要跟我做交易。他说他可以撤回对我表弟的执行，但条件是我要尽最大的可能减轻周有民的刑期。祁烈。你确实越界了。
我是真的怕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。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想到，这个董明会跟2个案子都有牵连。经过了解，事实基本清晰。董明呢，用利益来诱惑我表弟，购买了永康健身器材厂10%的股份。由于我表弟法治观念十分的淡薄，他先是以为他妈妈的房子天然就是属于他的，擅自找人冒充我姑妈，把房产过户到了自己的名下。后来法院判决还款，他又轻信了董明的话，始终拒绝跟法院沟通，导致执行局通知要强制执行。马院，这件事情比较复杂，我听得很清楚。所以周有民的案子，我申请回避。你表弟方强的事情，你去执行局通报一下。好的。还有事儿？去执行局轮岗，我不合适，请领导再重新考虑人选。昨天咱们收到了2个投诉，问题是咱们昨天就执行了2个案子。100%，新来的不会说话闭嘴。这投诉率都成紧箍咒了，天天点，还非得跟工作业绩挂钩，影响个人进步。我这被投诉记录保持者还没吱声呢，你资深富二代，你还在乎个人进步啊？富二代怎么了？富二代就不进步了？我也有人生目标，也有职业追求，好不好？哎，说正事啊！我觉得你们想多了，我们按判决、按规定认真的去执行就够了。至于投诉，我没考虑过，我不管我控制不了的事情。哎，我严重同意叶轩说的话。我们天天面对一帮欠债不还的人，还得和颜悦色。这些人投诉我们，说明了什么呀？说明我们执行的坚决，哎，戳到了他们的痛处。我觉得挺光荣的。光荣，注意态度。对于投诉，我们要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要查主观原因，别老强调客观。我们执行2庭。全院投诉率第1，是事实吧？你们要正确对待。朱厅长，你好。今天不会打起来吧？新来的，把嘴闭上。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，是马院长要求我过来跟你通报一下。你真是让我开眼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很好奇啊，你们刑庭法官牵扯到自己私事的时候，都查得这么清楚吗？你们刑庭的工作一点都不忙吗？还是齐法官例外，没有别的案子可以查了？你还私下去找当事人了？这件事情，我的态度上次跟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。咱们是同院，之前对你楚云庭长呢，我也是久闻大名。咱们非要这么聊天吗？非要这样夹枪带棒吗？法官跟法官之间的沟通就这么难吗？就不能心平气和？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么说话，就显得自己特别的正义，特别的铁面无私啊？我判案也这么多年了，我在院里的工作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的结案率全院最高？纠正一下，是连续3年。全院结案率最高。我不是在标榜我自己，我自认为我自己还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合格法官。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做到的第1条就是不违规违纪，你做到了吗？我上次跟你说过，这件事情有它的特殊性。
我是个孤儿。孤儿？孤儿怎么了？孤儿就是你违规违纪的理由吗？当我什么都没说。秦法官，我已经接到通知了，考虑到齐润玉的认错态度良好，以及实际的身体情况，现在人你可以领走了。但是在这件事情上，你有没有谋私，我是不清楚，你心里肯定有数。事情紧急啊！陶院长要求我们开个碰头会，一会儿10点，麒麟就要对周有明案子进行宣判了。鉴于目前的情况，我的建议是暂缓开庭。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判案之前，给法官送钱递话，这种不正之风也不是1天2天了。关键看我们法官什么态度。齐法官、魏法官，一没有收礼，二没有吃饭。的确，他们确实跟案件的关系人有过接触，但是他们把情况如实汇报了。那唐院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些事儿是什么感受，我是挺欣慰的。我们这些年轻的法官在纪律面前守得住底线，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们？那照常开庭。冯丽啊，你们纪检组什么意见？周有明一案虽然与方强一案有了共同的关系人，但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，都和麒麟法官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，不涉及回避条款规定，也不涉及10个严禁规定。我支持照常开庭，这也可以当作是对麒麟的一次考验。如果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事后调查，督促改正。那就照常开庭。本院认为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，罪名成立，提出的量刑建议成立，本院依法予以支持。判决如下：全体起立。1. 被告人周有明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。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，羁押1日，折抵刑期1日，即自2023年1月20日起，至2030年1月19日止。2. 被告人周有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小聂医疗费、交通费、误工费、护理费、营养费、伙食补助费等各项损失，共计人民币686530元，于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，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书面上诉的，应提交上诉状正本1份，副本2份。被告人，你要上诉吗？被告人，你要提出上诉吗？我不上诉。闭庭。啊。苍天有眼呐！谢谢啊。没事没事。你们一会儿注意点啊！好嘞。没事。玉啊，你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别干了。怎么了？祁连，让他们搬吧。来搬吧。
等等，回去！大爷，办什么办？什么大爷？这啥情况？什么大爷？你大爷！这个家还有我的。冯大成，你干什么呀？麒麟教育我了，这法院让咱腾退，咱就得腾退。麒麟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也是个法官，你就这么收拾自己家人啊？你可真行！你没给你们院领导说呀？咱们什么关系？你这个房子不能动。大成，你想干嘛呀你？姑父，你别着急啊，咱们自己家的事我肯定得管。我呢见过方强了，这件事情一定会慢慢最后搞清楚的。等到有了新的证据，我们可以申请再审。但是在这之前，咱们还是得遵纪守法，该办还是得办。你听明白了？作为法官的家属，咱们得支持他，咱不支持他，谁支持他呀？不是玉啊，你在法院住了一宿，你变化这么大吗？搬。好，走。搬！你小心别磕了碰了啊！哎，好，别关这里边去。哎，你好。喂，齐法官，我董明，跟您聊聊。聊什么？咱聊聊方强的事儿。没什么可聊的。你好意思回来是吧？你好意思站在这儿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啊？你把天都捅漏了。要不叫你哥，我到现在我还在法院里被关着呢。是，那他多厉害啊！恭喜你啊，齐大法官，又给我们家立一大功。我抽死你！说什么啊你？你别打他了，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坐。这事儿不能全怪方强，其实跟我也有关系。这怎么还扯上你了？借钱给方强的贷款公司跟我审理的一个案件的被告人有关系。之前你跟我说那董明，他找过我了，他要求只要我侵犯被告人，他就可以对你的案子撤诉。等等，玉啊，我怎么听着这么乱呢？乱什么呀？有人要放过你儿子，那不挺好吗？好什么好啊？前提是让他犯错误，让他放过那个被告人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跟你说了一法盲，你真是。妈，我没说完呢。啊，这一开始呢，他们就是想骗方强的钱。我相信这样的事儿，他们干的肯定不是第一次了。后来他们发现方强是有利用价值的，他们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要挟我，替他们办事儿，所以真的跟方强没有太大关系，都是我。听明白啦？啊，你听明白啦？我跟你说，麒麟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干。咱就是房子不要了，你也不能犯错误。你听姑妈啊，你听姑妈的，听见了没有？放心啊，这案子已经判了，我依法判的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我要说的是，咱们这房子的事儿啊，王强，不管之前你做了什么，我们都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是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按照我说的做，好吗？啊。起诉董明，找律师，把董明如何诱骗你的过程一五一十的给说清楚。另外，你伪造房屋转让合同的事儿，你也要承担后果。我什么时候伪造了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我妈的儿子，那我妈的就是我的。我再说了，我妈那签名又不是我签的呀，是他们从房产交易中心什么给弄出来的呀。你要搞清楚，只要不是姑妈亲自带着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过户，那就是伪造合同。不是，那我妈，我是不是我妈？我打出来手，你又打我，干嘛呀？姑妈，好了，坐啊！行了，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来坐。还有一件事啊，
咱们家人都得做好心理准备。方贤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会被判刑。啊！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很大可能会是缓刑。缓刑影响找媳妇吗？影响，说不定还会断子绝孙呢。冷静啊！喂，齐法官，周有民的案子已经判了，这回咱们可以见面了吧？我请求您见我一面。把地址发给我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我要跟您道个歉。你们家饭店的事儿，对不住了。根据判决，饭店已经腾空了，很快法院就会拍卖，然后再还清那200万的欠款。你有什么可对不住我的？这事儿可以商量，没必要闹成这样啊。心虚了？我虚什么？欠钱的又不是我。那你干嘛要约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欠钱的有可能是受害者，借钱的没准呢是下套害人的。小额贷款公司是怎么引诱方强签的房屋抵押合同，是怎么造假过的户，又是怎么签的转让协议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你卖给方强股份，同时又给他介绍小额贷款公司。你跟周芷这么熟，在这当中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心里也很清楚。200万的抵押贷款，左手倒右手，1分钱不出，还白赚一饭店。现在骗子都那么猖狂的吗？您可是法官，你说话得讲证据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。到那个时候，方强会起诉你。哎，等等。这件事情我亲自去办，社会对方强的执行可以，但我那10%的股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依法办啊！你别打官腔行吗？方强跟我说，股份转让协议虽然已经签了，但是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审批程序，可以申请终止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那你让方强来找我一趟。那是你们俩自己的事儿，你要找他，你给他打电话。另外，我提醒你啊，以后遇到案子，不要再想着找法官通融。这说的不好听是行贿，罪加一等。是不好听。谢法官，您看啊，现在您的饭店拿回去了，我那股份也收回来了，咱们各退一步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行吗？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最好盼着，永远不要再跟我见面，听明白了吗？谈得怎么样啊？黄了。怎么说黄就黄了呀？这主审的法官姓齐，人不是一般的重，关键是脑子还特好使。现在不但不能运作了，我还得赶紧找人去撤诉，否则连我自己都可能牵扯进去。哎呦，这事儿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应该是都够了，浴液，那个牙膏2桶，
这个香皂，这也得省着点用啊。洗头膏、洗面奶，你看看那蜡嘴能不能拉得上？你再塞点儿。能拉着。羽绒服你还弄个红的，你打算出去旅游啊？你那个到里边好好听管教的话，没亏吃。来，麒麟，哎，你回来正好啊。你看，他这些东西里边都是让带吗？你给他准备的啊？谁说他要进去啊？不你说的吗？我还说你有可能缓刑呢。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张口就来啊？行了，把这东西都拿回去吧，该放哪放哪啊！你们呀，把心放进肚子里。我正式的通知一下你们，贷款公司呢，已经答应撤销执行了，就等着走后续的流程了。不是，你别流程马程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咱们家这饭店可以不用执行了，房子可以拿回来了。不是你真的假的呀？这我能骗人吗？但是呢，方强，你这事儿没完啊！明天呢，你自己去趟法院，找执行局的楚云庭长，问清楚你这件事情后续到底怎么处理。你甭管怎么处理，一他不用进去了，二咱房子回来了。玉啊，我去整2个菜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啊！我帮你，来，给我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给我记住了，这次是你哥救的，你但凡有下次，我就亲自把你送进去。他们不收，我也把你送进去。记住了，你可真是我亲妈。少贫了。对不起啊，师傅。在这你是师傅，没什么对不起的。其实事先我就知道要去执行你姑妈的罪，但是我思前想后，还是没跟你说。你做的对，如果你提前告诉我了，你就违反纪律了。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对，是不是因为你姑妈的事儿？不是。那你烦什么？轮岗啊，我连续3年全院结案率最高，这一轮岗，4连冠就没了，这都没什么。最重要的是，执行局的那个女庭长，好像故意在针对我，很难搞。你别这么想，他是个坦诚表里如一的人，骨子里也挺爷们儿的，你俩肯定能处。无所谓，半年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觉得你来执行2厅挺好的，最起码能多帮着我法考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自私呢？就光顾你自己啊！我一堂堂刑庭法官，我跑到执行局跟他们做那些婆婆妈妈的事儿，我想着我就来气。你说谁婆婆妈妈？我天天跟着婆婆妈妈的人一块执行，我觉得他们挺棒的。啊！不让麒麟来了，是他自己提出来不去的。我找他去。哎，你坐下。你还让不让人把话说完了？你这。麒麟跟我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儿，就是他姑妈家要被执行的事儿。他觉着在这种情况下，没有办法跟楚云处理好关系啊。当然，咱们这个轮岗制还得进行下去。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能不能换个人？不能换。唐远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当年麒麟来法院的时候，就是我带的他呀，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，专业过硬，热心快肠，原则性又强又灵活，这是一名得力干将啊！不是怎么？院领导都已经定下来了，现在想说换就换呢？我是怕影响工作呢，绝对不会。你呀，踏踏实实把麒麟交给我啊！
我保证处理好他跟楚云的关系。楚云那个犟脾气，你做得了他的主？我是局长，我说了算。你故意的吧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找唐院长啊，这个人我不要。别，有什么话你慢慢和我说。你找什么唐院长？我告诉你，麒麟这个人我坚决不要。我们执行2厅是人手不够，积压案件多，投诉率也高，但你也不能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塞吧？周局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作为当事人家属来找我，我就瞧不起他。你们要说这件事儿他一点没有违规，一点没有私心，那你就是包庇。我知道他跟过你，你喜欢他，但跟过你的不一定都是好法官吧？你现在让他来干什么呀？捣乱吧！你看看你这嘴，跟个机关枪似的，叭叭叭叭叭叭叭的。有什么话咱坐下慢慢说。来，我不做不做。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时间啊，的确不太凑巧，影响了你对麒麟的看法，这很正常嘛。可是楚云，你仔细想一想啊，整个过程，麒麟是不是守住底线了啊？是接受考验的。看一个人啊，要从大局出发，从长远看，你不能就这件小事不放啊。小事儿，好，我不跟你争。既然你这么看重他，他要是敢来，你就让他来。这是你说的啊？对。他要敢来，你就敢要。我也有条件的，别6个月轮岗制搞得跟天大的恩赐似的。来我们执行2厅也是有门槛的。他要是敢来，试用期1个月，如果不符合要求，随时让他滚蛋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周局好。哎，来的正好啊！来。你们2个人啊，一个敢来，一个敢要，都是好样的啊！周局，哎，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。周局，我刚才法院都跟我说了，说你态度非常好，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啊！我不管你们2个人之前有什么矛盾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精诚合作，风雨同舟。来，握个手。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复杂着，迷茫着、踉跄着、孤独的、徘徊的、无语着。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蔓延着，久违的、失语的、热闹的、不安的憧憬着，弱水的、将就的、强力的、无力的躲避着，逃跑的、安静着、吵闹着、混沌着、崩溃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，破坏着，都无力面对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坚毅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坚韧的、百折不挠，照亮你和我。邪恶的、虚伪的、卑鄙的、懦弱的、复杂着，伦理的、道德的、消失的、寂寞的、蔓延着，阴暗的、黑暗的，破坏着，都无法抵挡。勇敢的、坚定的、高尚的、守护的人啊，奋力的、无畏的、前行着、百折不挠，照亮你